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国司法部已完成对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夏威夷航空公司合并的监管调查，现正等待美国交通部的下一步指示。接下来这条，一场风暴导致一艘超级游艇在西西里岛附近沉没，15人生还，1人死亡，6人仍被困船体中，包括英国科技巨头麦克林奇。救援人员和潜水员正在返回现场继续搜救。接下来这条，日本正加大宣传力度，以增加对亚洲、美国和欧洲等更多地区的海产品出口，以弥补中国1年的进口禁令造成的销售缺口。让我们关注麦当劳在美国的业务表现强劲，预计到2025年将继续改善市场份额。尽管消费者对涨价表示抵触，但麦当劳将通过推出更多中高价菜单来竞争价值。目标价上调至320美元，高于当前股价287.55美元。下面这条，埃德加·布朗夫曼2世提议以43亿美元收购派拉蒙全球，包括24亿美元用于收购控股公司的债务和股权，15亿美元用于偿还派拉蒙负债，还加上了4亿美元的分手费。接下来，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股市主要驱动因素会发生改变。目前的市场反弹仍由少数大型科技企业主导，但需要留意市场领导者不断变化的特点。下面这条，美股在今年最长涨势后停顿，因乐观情绪认为鲍威尔将暗示美联储可能比预期更大幅度降息。接下来这条，美股周二持平，此前创下今年最长涨势。市场乐观地认为杰罗姆·鲍威尔将在美联储开始降息时发出更大幅度降息的信号。接下来这条，劳氏公司受经济担忧影响，削减了年度利润和销售预测，与竞争对手家得宝类似。由于利率上升和抵押贷款利率较高，导致消费者对昂贵家居装修的支出减少。下一条，由于高利率导致家居改造行业疲软 ，Lowe's 第二季度的损益表受到重创。该公司报告称，第二季度销售额同比下跌 5.6% 至235.9亿美元，低于预期。下一条，美劳工统计局将于本周三公布3月就业增长基准修正。经济学家预测，修正后3月就业增长将比最初估计值低至少60万，平均每月低5万。这意味着过去几个月就业市场冷却比预期更早、更严重。该数据可能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投资者期待了解美联储何时以及多大程度降息。下面这条，受美联储可能大幅降息预期提振，周二美股小幅低开，但市场观望本周末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最后一条，特朗普提出的对贸易伙伴征收10%至20%关税的言论，引发了2024年竞选中的贸易问题。贸易专家对这一想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关税最终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民主党人和拜登也批评了这一提议。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